塞尔维亚的一个面积非常大。现在就在阿拉斯加的威斯岛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就要去俄罗斯征战远东了。今天我们来到了这个上海浦东机场啊，一起看看现在疫情期间出国的时候都需要什么流程，到底有多少人要出境，我们一起看看啊。来看，这是我们的安检门啊，进来的时候先得扫健康码，双码扫描。来，这是防暴检测啊。我这儿过第一个安检，我的妈呀，我这一车过安检过死了，这要15分钟以后我们终于过来了。15分钟。现在我们去找我们的国际的站台啊，我们是 SU 的航班啊。哇，这出乎我的想象，这个现在要去战斗民族的人还有点多哦。现在我刚才看了一下，大概也有200多人，这架飞机是满的。哦，几乎全满，也最少要有200多人。这个现在呢，去俄罗斯坐俄航可以2 PC， 就是托运2件行李啊，但每件也不能超过23公斤。我们这么多呢，一共我们有6件啊，现在托运4件，背2个包，手还能拎俩，应该是够了。这个呢就是俄罗斯签证啊，一会儿需要除了护照以外，还需要核酸检测证明，24小时的啊，48小时以内的。规定的核酸检测证明机构开具的，并且是中英文对照的啊。现在在出境的话，比之前稍微难一点啊，特别是像俄罗斯，一般别的国家要72小时以内的有效核酸检测证明，但是战斗民族他们要48小时的，所以还有5到7个小时的时差，大家算好去哪个城市。其实这个核酸检测呢，还是衔接的蛮紧张的啊，蛮紧张的。他们要求的这个固定的去某一个这个检测中心检测，而不是说随便都可以检测啊。短期的话还是要有回程机票的，不然也是无法入境的。所以还是本着非必要不出境的原则，大家基本上都是去上学和工作的。我其实也是去工作的。多少核酸？多少？我要再一个。要去哪里啊？墨西哥。OK， 来，在这个上飞机之前要填写一个健康申报啊，终于填完了啊，这个健康申报完了以后会出现这么一个码，拿这个码加上你的机票还有你的签证，你才能走。我是第一次坐 SU 航班啊，别人都说坐 SU 航班你得有很大勇气，但我看他们其实检查的非常严格，拿上飞机的每一件行李都检测，除了重量还有这个大小量的都非常的精确。其实这非常好，因为这个减少了我们入境的麻烦，因为出境检查的仔细的话，万一你有一个字错了，在这还能处理，一旦落地你要错了就遣返了。托运的时候啊，上一次托运的这个票一定要撕下来。我有一次啊，这个我去南非，结果这个行李啊被拖到了这个澳大利亚，就是因为这个行李票给倒错了。从澳大利亚回来在香港转机，结果给我拖回去了。刚刚啊发生了2件事儿。第一个事儿是呢，排在我前面的一个大哥被叫出去了，为什么呢？一看这个现在出境要求那核酸检测必须是中英文版且有红章彩印的，不然会被叫出去。还有一点呢是，我发现俄航对行李的件数非常的敏感。这个我们通常比如像背这种小包不算行李包，比如你拿一个登机箱再拿一个这包就 OK 了，但它是不行，无论是大包小包你只能拿一件，就哪怕这么点的包也算一件，所以你必须要合并，拿上飞机的只能是一件，你这么大也行，这么点也行。如果拿2件，有一件要么托运要么放弃。从这块进来以后啊，又一个安检，然后就进入到这里了啊，这个就是我们的边检啊，边防。兄弟们，终于过了啊，终于过了这个边防安检，还有这个最主要的是这个行李检查啊，我们行李太多了啊，舒服了啊，莫斯科，我们来啦！ I'm a fine, make you mine, mine. Hey boy.
排多少秒？我跟你一点不瞎说，这是我见过排最长的登机队伍，我觉得得有300人以上。我的天啊！就光走过来走1分钟。耶，你猜对了，1分钟。我终于知道这个为什么大家对俄航的评价并不是特别高了。说实话，真的啊，它的这个服务真的是比较欠缺。就比如刚才这个女孩来收餐吧，她看到我桌子上有餐，她过去了，把别人都收了，把我给忘了。完了，你给她2个东西的时候，她只拿了1个，另外1个走了。然后他们的英语真的让我有点担心。这到时候去俄罗斯怎么办呢？因为这个，他们空姐的英语竟然真的是不太过关啊，基本听不太懂。你说 mango 他都听不懂，我的天！这个到时候我要去了东西伯利亚，这个我的俄语又几乎等于0了，几乎不太行，怎么办啊？终于抵达莫斯科了啊！下来的第一件事。有点凉快，看到雪了啊！北京现在还没雪，飞机都在雪地上降落，战斗民族，我们现在走，来走。这是我第一次坐俄航航班，整体感受是服务确实有待提升，空姐的英文水平非常有限，飞机真的可以在雪地冰面上降落，落地之后鼓掌是惯例。感谢机长再次给我们生存的机会。我们现在看看啊，这是大家排队过海关啊，海关开了很多个窗口啊。看我们这一架飞机又开了7、8个窗口，啊，这个办的速度应该不会很慢啊。为了能多带东西啊，我这个把能穿的都给它穿身上了啊，按照北极穿的衣服，结果一过来啊，发现还没有北京冷，热死我了。30分钟过去了啊。仍然还有这么多人，我们这队查得太严了啊！他们查得太严了，也不知道问什么啊。出来以后啊，要在这儿填写表，填写各种资料，然后准备做快筛。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啊，我们填完刚才这个表以后，前面有一个去快筛的那个检测，然后呢，可能是我们在这个日期里就不需要了，我们就直接跑这拿行李来了，也不知道后边还有什么。很奇怪啊，兄弟们，这一路跟打仗似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非常难？觉得我们的行李已经出来了啊，人没到，行李先到了，行李早到了，都躺2小时了。呀，我们的行李就孤零零的一个人在这儿了，捡了一个自己的行李，真的就是满地捡行李。哇，非常幸运啊，一共4件行李啊，一个没少，全到了，就差我们的汽车了。看似平平无奇的一次旅行，就在我们踏出航站楼的时候，发生了戏剧的变化。几名俄罗斯男子先后走进了镜头，上演了一次精彩的团伙骗术。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呢？